想象一下，全球最先进的计算机正在悄悄改变世界。从金融、AI 到太空探索、国家安全，下一次科技革命可能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今天，我要带你看到少有人真正注意的量子黑马。那些能在室温运行、用光子或原子做计算的公司，它们可能比 IBM、谷歌还更接近量子落地。如果你对未来科技、未来投资机会有一点好奇，那么今天这期视频你绝对不能错过，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家公司绝对颠覆你对量子计算的认知。原来量子还能这么玩，而下一波超级赛道即将来临，谁又能真正翻身呢？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Ruby 投资笔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在上期的视频中，我们聊了两条主流的量子计算路线，超导量子路线，还有离子阱量子路线。那么今天这期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两条正在被全球追捧的新路线：中性原子量子路线以及光子路线。同时登场的还有两家最近被热议的公司 QUBT 和即将成为 Inflation 的 CCCX。全程高能，信息密度极高，建议先点个关注，因为下一波的量子计算机会，我们要第一时间并肩上场。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就是 Quantum Company 这家公司，它可不是什么新创公司，而是一位专注量子世界多年的老兵。Quantum Computing 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股票代码 QUBT。干了整整20年的量子软件义务，说白了就是给别的科技巨头写量子算法、跑模型。但关键转折出现在2022年 ，QUBT 收购了一家掌握光子量子核心技术的公司，从此正式转型升级，从写代码的外包商变成了既能造量子计算机，又能写算法，还能造芯片的全站玩家。从此，他有了自己的硬核底牌——室温量子。目前主流的量子计算机，比如说 IBM 和谷歌的超导量子计算机，都得在接近绝对零度零下273度的超低温下运行。整个设备要放进一个巨大的西式制冷机，造价动辄几千万美元，运维成本高的离谱，普通企业根本用不起。而 QUBT 走的是光子量子这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光子几乎不和环境相互作用，所以理论上它能在室温下运行。他们的主力机型 EmuCore 量子计算机体积只有微波炉那么大，功耗是传统设备的1%，企业甚至可以直接放在自己的机房里，这就像把原本只能在实验室恒温大棚里种的稀有植物，变成了家家阳台都能养的盆栽，商用门槛瞬间被拉低了一个量级。不过室温量子的好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光子虽然不怕热，但在传播过程中会经常传着就没了，这就是业内公认的光子损失的问题。一旦光子在光路中衰减或者丢失，整个量子计算过程就会崩溃。换句话说，就是你正在计算的这个量子比特，经常就是算着就没了。这意味着光子量子计算虽然多快省，但它的好其实还不够稳定。和 IBM、RTI 的超导路线，或者是 IonQ 的离子阱路线不一样， QUBT 并不会直接告诉你我们有多少个量子比特，因为在光子量子系统中，关键的指标根本不是量子比特数，而是我们有多少个可编程的光学模式，我们能同时注入和操纵多少个光子。举个例子，一个具有 n 个模式的系统，它的计算空间会随着 n 的增加呈指数级的增长，所以对于光量子计算来说，这个模式数 n 才是比量子比特更加核心的指标。根据 QUBT 公开的数据，他们的 Ganymede 光量子处理器包含了超过500个光学元件，可以实现超过20个模式的量子行走。另一款的 Lock 芯片拥有169个光学元件。用通俗的方式理解，就是一个具有20个模式的系统，它的计算空间的规模相当于是20个量子比特的希尔伯特空间。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有20个超导量子比特，因为光量子系统是为了特定的算法而优化的，更像是一个专用型的计算引擎，而不是通用型的电脑。所以目前来说 ，QUBT 的系统规模还相对较小，模式数在几十个的量级，和 IBM 那种已经突破了1000个量子比特的处理器相比，还处于早期阶段。而且光子损失和系统的扩展性仍然是一个核心技术挑战。模式越多，光子越多，损耗问题就越严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QUBT 的商业化速度偏慢，收入规模有限。的确，光子量子计算在多块省上具备巨大的潜力，但好，也就是计算稳定性和可扩展性，依然是整个行业最难攻克的瓶颈。QUBT 的赚钱方式也相当多元，总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卖机器，直接销售它的 MSCAR， 目标客户包括车企、用于自动驾驶算法优化和政府的机构。第二个就是它的芯片代工，为通信和医疗设备公司提供一个光子芯片生产，这块业务比较稳定，可持续性比较高。第三个就是它的云服务分成，与 AWS、微软、Azure 合作，把自家的量子算力上云，客户用的越多，它分成越多。第四个就是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为 NASA 国防部能源系统提供一站式的量子方案，毛利率最高，能超过60%。一家公司能同时卖硬件、做代工、跑云服务，还能接政府订单，这4条腿走路的模式，让它在早期阶段就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不过话说回来 ，QUBT 的营收体量还很小，第2季度只有6.1万美元，目前仍处于一个战略性亏损的阶段，大量资金都在投入研发。好消息是，它的收入结构正在变化，从单纯的软件逐步转向硬件和代工收入。更关键的是，它聪明地避开了 IBM、谷歌这些巨头扎堆的低温量子赛道，在室温量子上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这个领域目前的玩家不多，竞争还没有这么激烈， QUBT 等于是提前卡了位。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QUBT 身上有3大机会。一是技术独特，室温量子路线，也就是它现在采用的光子量子路线更容易落地商用。第二个就是它的客户质量高，已经拿下了 NASA 和美国国防部的项目。第三就是它的赛道足够大，量子计算可以说是未来10年的超级风口。但是风险也很现实，盈利时间不确定，现金流会吃紧，后续还要依赖它的融资维持研发。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的量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它是一个小盘的科技股，这个股价的波动非常剧烈，52周内能翻倍也能腰斩。总的来说， QUBT 是一家故事鲜明、技术独特的量子公司，手握社微量子这张稀缺牌，它的商业路径清晰，也有政府背书。但是投资它，你得有2样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抗压能力。对于普通投资者，它更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量子观察标的，或者是一个小仓位试水的成长型配置。别被它的故事打动得太深，记得故事是好听的，但是风险也是真的。接下来我们来讲今天的第2家公司，也是在上期视频里被大家问的最多的公司 CCCX。在正式进入讲解之前，我们先把有一件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事情讲明白，那就是 CCCX 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在做量子吗？它和英伟达、NASA 还有美国国防部正在悄悄压住的一家我们可能从没听说过的公司 Infinitation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彻底来讲清楚很多人问的 CCCX 和量子公司 Infinitation 之间的联系。但很多人搞混这2家公司，是因为他们没有分清船和货物。首先，请记住一个核心概念 ，CCCX 本身不是量子公司，它是一艘空船。它的全名叫做 Churchill Capital Corporation，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上市公司类型，叫做 SPAC， 也就是空白支票公司。这种公司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先筹到一大笔钱，比如说这艘船上装着10亿美元的现金，然后它会驶向资本市场的大海，去寻找一家真正有潜力但还没上市的企业，把那家公司装上船，一起登陆资本市场。所以在找到目标之前， CCCX 这艘船是空的，它没有产品，没有业务，也没有量子技术。那真正的量子货物是谁呢？就是 Infinitation。Infinitation 是一家真正的量子科技公司，掌握着核心的中性原子量子技术，客户包括 NASA、美国国防部、英伟达，估值高达18亿美元，过去12个月的营收接近2900万美元，是真正商业化的量子企业。但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一家私人公司，普通投资者根本买不到它的股票。于是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装船。Infinitation 这批黄金货物决定通过装上 CCCX 这艘空船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这个过程在金融术语里叫做 SPAC 并购。
或者更专业一点叫做 de-spec 上市。所以整件事情的逻辑链是这样的：消息传出，空船 CCCX 找到了它的黄金货物量子明信 Infiniquation， 投资者一听炸了，哇，这艘船要装的居然是这么牛的一个量子公司，那我得赶紧上船占个位置。于是大家纷纷买入 CCCX 的股票，直接把它的股价在1个月内推高了140%。但要注意，大家买的并不是量子公司，而是一个即将装入量子资产的壳。当交易正式完成后， CCCX 这个名字、这个代码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上市公司 Infiniquation， 股票代码 INFQ。 所以我们看到的那波股价暴涨，不是因为 CCCX 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量子突破，而是因为它被选中成为量子巨头 Infiniquation 的上市载体。CCCX 是壳 ，Infiniquation 是核，而真正值得我们分析和关注的不是这层壳，而是即将浮出水面的那颗核 Infiniquation 的量子技术和它的商业前景。接下来我们的内容将围绕3个问题展开。第一 ，Infiniquation 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第二，它的技术为什么受到美军 NASA 英伟达的技术认可？第三，为什么这家公司会被估值18亿美元，融资5.4亿美元呢？这一切都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讲解的重点。首先，第一个问题 ，Infiniquation 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Infiniquation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量子科技公司，专注于中性原子量子计算和精密的量子传感。不同于大多数还停留在科研阶段的量子公司，它的技术已经实现了可商业化的部署，而且已经进入了国防、航天、AI 等关键行业。2025年6月，他宣布和 CCCX 达成合并协议，通过 SPAC 的方式在北美主板上市，股票代码为 INFQ，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借壳上市。这笔交易的融资规模超过了5.4亿美元，将为 Infiniquation 提供进一步的扩张和产品商业化的资金支持。同时，它也成为全球最具商业化潜力的量子科技公司之一。那理解了 INFQ 和 CCCX 之间的关系后，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INFQ 的技术为什么受到美军 NASA 以及英伟达的认可？Infiniquation 的技术核心在于中性原子量子体系。如果说 INFQ 代表的是离子子路线 ，Rigid 代表的是超导路线，那么 Infiniquation 则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中性原子路线。这条路线的核心逻辑在于，它不靠超低温，不靠复杂的电路，而是用被激光冷却悬浮在真空中的原子来存储信息。这些原子天然的长寿命，互不干扰，这让 Infiniquation 的系统可以在常温的环境下运行。能耗低、扩展性强，而且天然具备可大规模变形计算的优势。相比之下 ，INFQ 的离子系统虽然它的精度高，但是扩展到上百比特时会出现一个耦合干扰。Rigid 的超导芯片依赖一个稀释制冷机，成本高、稳定性差，商业落地需要一个高额的维护。而 Infiniquation 的中性原子架构就像自然界自带的一个量子阵列，能够一次性控制成百上千个原子，并且保持极高的纠缠保真度，高达 99.73%。换句话说 ，Infiniquation 的优势是能规模化、能常温运行、能并行计算，更加接近未来量子计算真正商用的工程化路径。但是它真的这么好吗？现在我们来用我们最熟悉的多快好省这4个字总结一下 Infiniquation 选择的中性原子线路的优势和限制。首先是多，这个已经实现，但是它还不够稳定。Infiniquation 已经能够在一个系统中同时操控1600个中性原子，这一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属于行业领先。但是问题在于，这1600个原子能否长时间的稳定存在、反复运行，仍然取决于这个激光阵列和光学的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它的多已经做到了，但要实现可规模化、可复制，还需要更高精度的光学架构和算法支持。第二个就是快，这是它的天然优势，已经实现的一个优势。中性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激光诱惑的 Rabbit 态实现的，它的门操作速度达到了纳秒级，比离子体系统的毫秒级快了整整一个数量级。这是中性原子体系的物理优势，也就是 Infiniquation 目前最具竞争力的核心能力之一。第三个就是它的好，它的量子质量高，但是校正比较难。
中性原则几乎不带电荷干扰，因此它的系统噪声低、相干时间长，天然就是一个干净的量子比特。InfiniQuestion 的纠缠保真度可以达到 99.73%， 已经非常接近理想的量子态。但是问题是，要保持这种好，系统对于环境温度、振动、光束精度的要求极其苛刻，规模一旦扩大，这个保真度往往会下降。最后就是这个省，它的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工程上没有完全的落地。与超导的量子计算机不同，中性原子系统它不需要极低的温度稀释制冷机，可以在接近室温下进行运行。这和我们刚才说的 QUBT 选择的路径几乎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室温量子路线。那么这也意味着它未来在能耗和维护上将会大幅的节省。但是目前的光学控制设备，比如说它刚才的那个激光、真空枪以及一个镜片的阵列，依旧是一个昂贵且庞大的费用。真正的省需要等到这些模块实现一个标准化或者小型化后才能兑现。所以 InfiniQuestion 目前最强的依然是它的快和好，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获得 NASA、美国国防部以及英伟达的认可。因为它的这种架构不只是做一个实验室的演练，而是能够直接部署到卫星导航、AI 训练、国防传感等真实场景之中的。换句话说，就是很多量子公司还在做概念的阶段，但是 InfiniQuestion 已经在我们刚才提到的3个领域真正开始落地。第一个就是 AI 加速，它和英伟达合作，为英伟达提供一个算力补充。在 AI 模型训练中，某些优化类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路径规划、参数搜索，传统的 GPU 算得又慢又耗能，但是 InfiniQuestion 的量子系统在这些特定环节里能够实现数量级的性能提升。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愿意与它合作，把量子算力接入自家的 GPU 生态，让 AI 训练从算得快变得算得更聪明。第二个就是量子传感，主要就是和 NASA 合作的精准导航系统。在太空环境中，传统的 GPS 信号会失效，而量子传感器能够依靠原子态变化实现一个极高精度的空间定位。InfiniQuestion 的中性原子系统具备一个极低的噪声和高稳定性。NASA 已经在深空探测和轨迹修正任务中试点使用，可以理解成未来的星际导航可能不是靠卫星信号，而是靠一台 InfiniQuestion 的量子传感器。第三个就是国防应用，美军的量子雷达和通信。量子雷达最大的优势就是反隐身的功能，传统的雷达发出的信号容易被干扰或者吸收，而量子纠缠信号几乎无法伪造或者屏蔽。InfiniQuestion 的高保真纠缠技术，让美国国防部在新一代的预警和安全通信系统中看到了一个现实可实性。这也是他被国防部列入重点战略合作名单的原因。总结来说，就是 AI 让它有了想象力， NASA 让它有了应用性，国防让它有了安全属性。三条赛道同时推进，也让 InfiniQuestion 从科技公司变成了一家量子科技的工业化平台。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当我们看到 InfiniQuestion 的估值18亿美元的融资前的估值和超过5.4亿美元的交易收益，第一反应可能是一家还没规模盈利的量子公司凭什么这么贵呢？答案在于3个字：确定性。第一层确定性就是它的技术确定性。InfiniQuestion 不是停留在纸上算法的初创公司，而是已经实现了1600个物理量子比特、99.73%纠缠保真度的硬指标。要知道，这已经能够稳定的执行逻辑量子的操作。而当下能够做到同级别性能的全世界只有2家公司，这也意味着它的技术不是概念未来，而是现实能力。第二层确定性是一个客户确定性。NASA、美军、英伟达都在用它的系统，甚至未来在 AI 模型推理、深空导航、通信安全上都有明确的合作项目。这部分的5000万美元在手订单加上3亿美元的潜在客户管线，让投资人看到的是一个可持续的营收通道，而不是一笔科研补贴。第三层确定性就是资本的确定性。它本轮的 PIPE 融资的投资者名单非常的干净，摩根士丹利、Counterpoint Global、Merck Capital、Brookfield Capital、Glenn Capital 这些机构的共识是，量子不再是5年后的故事，而是3年内的产业升级。他们愿意提前卡位这条赛道，所以这不是借壳上市这么简单。CDCX 本质上是一个为量子领域量身定制的资本通道，
它让 Infinite Question 在保留独立研发节奏的同时，拿到了充足的现金弹药，加速商业化。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把它看作 AI 加国防以及量子的一个交叉标的，一个可能成为量子界的英伟达的原型。简单来说 ，Infinite Question 正在做的不是证明量子可行，而是把可行变成可规模化。它的投资逻辑不是短线题材，而是一个正在被主权安全、AI 算力、太空探索三大国家战略共同推动的一个硬科技平台。那说完故事，我们也得冷静一下。Infinite Question 站在一个巨大的科技浪潮前，但所有浪的中心风险也是最大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技术扩展性风险，1600个量子比特听起来很惊人，但是要实现真正的通用计算，你可能需要上万个稳定的逻辑比特。而中性原子虽然在可控性上优于超导离子阱，但是系统一旦放大，原子排列的精度、光景的控制均匀性、误差率管理都会成倍的复杂。任何一环掉链子都可能让整个系统失效，这就是所谓的量子规模化的瓶颈。第二个就是它的制造和成本风险。中性原子系统对于光学的器件、真空腔体、激光的稳定度要求极高，这也意味着每台设备的制造成本依旧昂贵。虽然它的技术路线是比超导的更省，但是距离真正的商品化还有不小的距离。如果未来的 AI 客户或者是政府项目放缓，那么现金流的压力就会迅速显现。第三个就是它的盈利周期长，过去12个月的收入仅2900万美元。哪怕全部兑现5000万美元的订单，也还处在一个早期的水平。它距离一个正现金流至少还有3到5年的爬坡期。这期间，任何资本市场的波动、PIPE 投资者的退出，都会带来一个不小的估值震荡。但是机会也同样巨大，因为如果它能够撑过这段技术的转化期，它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大规模量子计算和精确传感以及 AI 融合的公司。它不仅能够为 AI 提供更高维度的计算力，还能够让国防、太空、能源系统都拥有一个量子神经系统。一句话来说 ，Infinite Question 是一家赌未来的公司，但它赌的是未来10年最确定的方向。其实从我们上期视频讲的超导量子路线、离子阱量子路线，包括一个推火技术量子路线，到今天我们讲的 QBT 的室温光子技术 Infinite Question 的中性原子量子技术，你会发现量子行业的趋势它其实是越来越清晰的，不是比谁的比特更多，而是谁能率先的走出实验室，走进现实世界。Infinite Question 正在迈出下一步，但它能否成为下一个英伟达呢？我们拭目以待。所以现在的话语权交给你们，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两家走不同路线的公司的？是认为谁更有潜力呢？可以在评论区把这个代码打出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同时，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哦。你的认同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 Ruby 外资拆解，感谢你干到最后，咱们一期一会，下期再见。